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4日，即係今日講下杜琪峰啦。就話說咧，我其實前日咧已經講咗杜琪峰咧喺 BBC 個訪問個背後反映咗啲乜嘢噶啦。咁啊，佢接受 BBC 訪問就話香港咧同佢一樣啊，都冇咗靈魂噶啦，冇自由啊，冇民主啊。咁啊，當然啦，就引嚟反駁隊好大力嘅反駁。咁我諗可以有幾點啊？第一，佢就話香港冇自由冇民主，佢自己同香港都冇咗靈魂。咁啊，反駁隊咧就即刻話：喂，你而家可以接受 BBC 訪問，你接受得 BBC 訪問咧，即係代表香港仲有自由，去俾你講話香港冇自由啦。咁你可以同人講話香港冇自由，即係證明咗你其實係有自由嘅，香港仍然都係好自由噶。咁當然啦。杜琪峰同埋好多留港嘅人咧，佢哋批評香港嘅時候就唔係好似以前咁直率啦。咁而家咧就必然有自我嘅審查，講嘅時候咧都要好婉委地講嚇。咁啊，即係咧你見到佢同 BBC 嘅記者嘅訪問咧，BBC 嘅記者多次直問佢到底係咩原因。咁佢話大家都明㗎啦，你都知㗎啦，仲問，即係其實咧係好婉轉地去表達咗呢樣嘢嘅，委婉轉地含蓄地表達。咁所以呢個係咪代表香港仍然仲係好自由呢？咁你話香港比起朝鮮、比起古巴、比起伊朗，咁當然自由度梗係高好多啦。咁但係你比起舊時嘅香港呢，我成日強調啦，我哋比較呢就要同橫向性嘅比較嘅。舊時嘅香港呢，就係亞洲社會，喺東亞社會、華人社會最自由嘅。當台灣仲係戒嚴時期，當韓國仲係威權管治嘅時代，當中國大陸仲係搞緊文化大革命嘅時代，或者晚清嘅時代，北洋政府嘅時代。所以最近咧有讀者就話：喂，佢係聽咗香港一啲學者咧講金文泰港督嘅時代，喂，對付香港啲海員罷工啊，好嚴厲喎。當然係嚴厲啦，殖民地時代。但係你要睇下橫向比較，唔係同今天比較啊嘛。橫向比較就係當時省港大罷工也好，海員大罷工也好，你比起當時嘅亞洲其他社會，台灣仲係日治嘅殖民地。你唔好話罷工啦，你有少少不滿意都俾日本皇軍去打死噶啦。咁喺中國大陸呢，係軍閥混戰嘅年代，即使早啲係晚清政府嘅年代，動輒得咎要殺頭噶。咁而香港唔同啊，孫中山可以香港活動啊，梁啟超、康有為可以香港活動噶。眾多中國嘅啟蒙運動家都喺香港活動，甚至乎中國共產黨都喺香港活動噶。咁所以同時期咧，香港係最自由嘅。咁但係今天同時期，香港比起台灣、比起韓國、比起日本、比起東南亞，香港係咪自由一啲呢？比起新加坡係咪自由一啲呢？好明顯答案咧係否定嘅。咁啊，香港似乎咧就你話比起澳門同比起大陸可能就接近啦，可能大陸係自由一啲添都唔出奇係嘛？或者香港自由一啲，咁但係比起頭先講嘅東亞社會已經係不能同日而。所以反駁隊嘅反駁咧，第一點我認為咧呢個反駁話香港而家仲係有自由，咁你比起朝鮮、古巴梗係有自由嘅，咁佢仲可以表達一啲嘅不滿，香港仲可以表達一啲不滿。但係如果香港講其他政治敏感，即係所謂紅線底線咧，咁呢樣嘢咧，喂，唔需要我哋講啦。聯合國呢個嘅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引述咗任意拘捕小組同埋人權事務委員會，證實咗咧香港嘅人權係大倒退。呢個唔需要我同你講嘅，我同你講係冇代表性嘅。聯合國嘅報告係而家呢個時代最有代表性嘅。咁啊，聯合國一樣有譴責呢個嘅以色列，仲俾以色列咧列咗為不受歡迎人物嗰個古特雷斯秘書長嚟，秘書長係最高權力噶啦。咁但係我哋講係冇意義嘅。咁啊，聯合國已經係講咗，咁唔需要再為呢樣嘢爭拗噶啦。咁好啦，而家咧佢哋最大嘅反駁係咩咧？佢話香港你賴咩冇自由啦？香港杜琪峰你醒啦！大公報嘅評論就話你醒啦，係你拍爛片嘅。你以前咧反駁蕭若元啊，蕭若元咧2-3年前話香港電影已死，你就話你啲離開咗電影界咁耐嘅人就唔好再講啦。咁結果而家咧3年後咧，佢就話香港拍唔到呢啲電影啦，佢自己同香港都冇咗靈魂。佢話其實係因為你近年咧拍爛片啫。我的拳王男友爛片啦，呢啲中港合拍片的，而且我覺得係爛片嚟嘅。我唔否認呢個大公文匯報嘅講法。單身男女兒呢套戲呢套戲對我嚟講有啲紀念價值。我同阿趙太第一套睇嘅戲就係呢套單身男女啦。咁呢套2啊。咁呢個單身男女2我都覺得係唔夠1好睇嘅，坦白講。然後咧呢個三人行我未睇過添直頭。
跟住啦，華麗上班族，雖然呢啲好似攞咗啲獎，咁但係咧又唔係話好經典啦。比起再舊時佢拍嗰啲佢再舊時拍嗰啲 PTU 啊、暗戰、黑社會、放逐、槍火嗰啲真係非常之犀利嘅經典啦。所以佢就話：喂，咩叫冇自由啫？你拍唔到好片，人哋拍到喎，人哋拍到啲乜嘢啊？人哋拍咗九龍城寨喎，人哋拍咗呢個嘅白日之下喎，人哋拍咗呢個嘅毒舌大狀啊。所以其實杜琪峰，你唔好將自己嘅失敗江郎才盡啊，就去歸咎香港冇自由。香港仍然有自由嘅，呢個就大公文匯報嘅反駁啊。咁呢個呢係一個邏輯學嘅問題，我同你解釋下啦。毒舌大狀或者係呢個嘅白日之下，哇，好好口碑，而票房亦都好好喎，飯氣攻心票房好犀利啊！同埋呢個最犀利係九龍城寨啦，咁啊非常厲害喎。咁呢啲票房犀利係咪代表香港電影界冇影響呢？唔係喎，咁啊即係杜琪峰喺 BBC 嘅訪問裏邊都講到喎，有20個導演拍嘅電影係被呢個嘅審查嘅時候咧係打咗靶喎。一要打靶仔，一係就唔俾上映，一係咧就要修改劇本，一係咧仲係要即係有啲敏感嘅內容咧，仲係要黑幕咗佢喎。咁即係唔代表仍然有足夠嘅創作自由啦。咁但係點解人哋創作得咁好嘅電影啊？冇自由，人哋都有好嘅電影啊！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啦，明清時代咧係中國嘅文字獄啊，喺歷史上最頂峰嘅時代，即係當然未計近代史啦咁啊，即係去到明清時代，以往嘅文字獄咧都可能係講緊涉及幾百人、幾千人，咁但係咧清代、明代嘅文字獄涉及嘅幾萬人一個明史案就可能咧以千計萬計嘅人咧係受冤獄噶啦。咁呢個明清嘅文字獄係歷史上最恐怖噶啦，清風不識字一句清風不識字或者雍正無頭為民所指，喂就係殺死好多人噶啦。咁所以代唔代表《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仲有好多清朝嘅小說文學，就係反映到喂清朝其實有自由啊，或者文字獄對清朝、明朝嘅創作冇影響喎，代唔代表啊？唔代表。我就講咗啦，凡係喺嚴厲嘅學術打壓嘅情況底下呢，有啲讀者作者就要規避嗰個時代嘅監管，佢哋往往創作咗一啲呢更加精彩嘅規避。咁但係絕無僅有嘅事嚟嘅，即係普遍呢，呢個明清嘅文學就遠比唐宋嘅詩詞文學元曲係完全係兩個時代嘅嘢嚟嘅。清朝有幾本好出名嘅小說，但係普遍嘅詩詞創作、普遍嘅文學創作、歷史學研究就係或者政治學研究、哲學思想研究，同呢個嘅唐宋係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喎。更加啦，同中國最自由嘅時代就係春秋戰國，有諸子百家、魏晉南北朝，呢個佛學道教思想盛行，完全係即係兩個層次嘅事嚟嘅。中國最輝煌嘅思想發展就係春秋戰國同魏晉南北朝，其次就係唐宋時代啦。咁明清咧完全係唔入流，但係明清有幾本偉大嘅作品喎。偉大嘅作品就係因為啲天才即係呢個羅貫中施耐庵曹雪芹呢一類天才咧，就係為咗規避咧嗰啲時代嘅黑暗，然後咧就係創作啲偉大文學，但係普遍性咧係唔及頭先講嗰啲朝代啊嘛。同樣道理，香港而家有啲好票房嘅電影，咁佢哋規避咗話呢啲香港敏感嘅題材啦，而家可以拍嚟拍去都係拍港英時代黑暗九龍城寨咪講港英時代黑暗咯，咩什麼四大探長跛豪重拍又重拍，咪講港英時代黑暗咯，金手指又講港英時代黑暗咯。而家題材係單一化咗啊嘛，咁所以咧有幾套係跑咗出嚟，但係整體嚟講，香港嘅電影已經入到歷史上最低點。呢個係無可否認喎。咁當然啦，有好多因素嘅咁長遠因素咧就係97年後，尤其是03年後合拍片嘅盛行，就係自我審查，為咗打入大陸嘅市場，自我審查令到咧啲片呢一係就遷就大陸嘅風格，杜琪峰拍咗好多呢啲戲嘅，結果係唔好睇咯。遷就大陸嘅風格，結果就係拍啲唔好睇嘅戲，嗰啲鬼片全部片都冇鬼嘅，嗰啲警匪片咧最後咧全部都係臥底嚟嘅。咁唔好睇啦嘛嗰啲戲，咁但係咧大陸市場大，所以咧唔好睇嘅戲咧，佢哋大陸人咧又冇乜選擇，品味咧亦都被培養咗咁好多 Marvel 嘅電影或者華爾街嘅電影迪士尼嘅電影就要審查過剪走咗，甚至乎上唔到映。
咁啊喺大陸，咁啊結果咪就係出咗嗰啲電影咪跑出嚟咯，周星馳、美人魚，咁坦白講啦，同以往周星馳頂峰時期嘅作品完全係兩碼子嘅事啦，但係一樣收得，係咪？嗰個原因就係咁解啦。所以啦，呢個嘅長遠原因就當然係因為香港人短時就係翻大陸咧，就拍合拍片，失去咗自己嘅風格。以往冇大陸嘅市場，我哋有全球嘅市場。李小龍、成龍嘅年代，洪金寶嘅年代就係有全球市場啦。喺外國嘅唐人街，喺外國嘅租碟鋪、租帶鋪都係睇港產片嘅。印度人都睇港產片。咁我哋冇咗大陸市場，我哋有全球市場。東南亞嘅華人有邊個唔睇港產片啊？韓國、日本嘅人。邊個唔睇港產片，唔聽香港流行曲啊？就係嗰個年代。咁所以長期嚟講，香港人自己短視咧，就係捨棄咗自己最優勢嚇，捨難就取易，就揾咗大陸嘅市場，呢個係事實。但係咧喺國安法之後咧，大量嘅呢個紅線咧，就係令到好多香港電影人拍唔到。咁加上咧好多電影老闆咧就本身喺大陸有生意，咁所以你拍唔到佢哋嘅戲，第一有自我審查，第二有政治嘅環境，第三有商業嘅環境。所以杜琪峰就話香港咧冇咗靈魂，佢冇咗靈魂。咁呢個靈魂係咩呢？咁其實就係我自己嘅愚見認為、拙見認為，喺香港而家生活仍然好自由嘅，有茶煙飯炮嘅自由。你中意去玩又得，即係夜總會又可以，揼骨桑拿又冇問題。咁呢個係茶煙飯炮咧，係人嘅基本需要嚟嘅。呢個殷海光教授哲學家就講啦，人啊有幾個層次噶嘛，呢個係一個生物邏輯層嚟嘅。香港人咧有充足嘅生物邏輯層嘅自由，但係咧佢就冇咗呢個生活文化層嘅自由啊。譬如話有啲網站開始睇唔到啦，有啲書出版唔到啦，生活文化層嘅自由啊。咁啊最好啊，價值層嘅自由就冇咗啦。就譬如話你係想做李文亮醫生嘅，你見到社會有唔公義嘅嘢，你要揭露出嚟嘅，結果俾人拉咗啦。鐵鏈女事件嘅時候喺大陸有好多人係關注鐵鏈女，結果嗰啲人係俾人拉咗啦。大陸每次出現唔公義嘅事，有啲公民記者俾人拉咗啦。疫情嘅時期，大量公民記者俾人拉咗啦。咁呢一啲咧自由係中國冇，所以中國人呢係難以有良知正直嘅人自由。你生活冇問題。生活可以好好嘅，飲食茶煙飯炮，好高興嘅。咁但係咧喺國安法之後咧，以前大陸人咧就冇做正直良知人嘅自由呢一種咁嘅社會紅線底線咧，喺香港漸漸形成咗壓力。呢種壓力咧當然係有自我審查嘅，有經濟嘅考量，亦都咧有政治嘅考量啦。呢個咧就唔需要拗噶啦，呢個係聯合國已經講咗噶啦。咁好啦，最後咧佢大公報咧。就即刻反駁啦！喂，香港人咩叫冇自由啊？唔通有呢個嘅好似19年黑暴嗰啲叫有自由啊？黑暴咧先冇自由，黑暴咧大三罷呢個嘅全港癱瘓交通，市民上唔到學嗰啲就冇人權冇自由啦，頭破血流嗰啲就冇自由啦。咁大公報咧講呢啲嘢，其他人講我都覺得 OK 即係譬如話英國咁嗰啲暴力示威，當然係人哋唔接受暴力示威啦，係咪？你有正確嘅渠道去表達，你點解要用暴力示威啫？咁呢個係英國社會，我哋係咁講啦，係咪？所以英國社會啱啱個暑假有暴動，幾日平息咗啦。因為有正確嘅渠道俾啲市民去決定啊嘛，有投票啊嘛，有好多呢個嘅即係媒體可以咧俾你公開發表 ，YouTube 你任何嘅程度都係公開發表。咁但係香港咧，即係其他人可以講大公民匯報你老祖宗係共產黨，你就唔可以講咧啲市民咧又罷工又去裝修嗰啲喎。點解啊？毛澤東佢係搞呢樣嘢起家，暴力革命起家噶嘛。其他人可以講大公民匯報你又紅又專，你唔講得。我同你重溫下，你老祖宗講咩？毛澤東喺講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毛主席話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嘅原因係乜嘢？因為咧呢個係世界千年嘅真諦，無論喺中國還是係世界，無論係過去還是係今天定係未來咧，毛主席講咧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一概都係對嘅就係咧係顛撲不可覆滅嘅真理，學習毛主席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嘅理論同實踐，將毛主席關於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嘅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嘅情況密切結合起嚟啊！哇，呢個幾犀利係嘛？所以一定係要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嘅。你凡係有市民反抗你，你就唔好考慮咧點解啲市民反抗你先。你首先要諗下點解你要壓迫人哋？呢個係毛主席嘅教誨嚟嘅。
咁呢個係毛主席話呢個顛撲不逆嘅真理嚟嘅。咁所以一個社會叫物先腐而後重生，有啲人咧要違法抗爭，好似英國咁違法抗爭。咁你要諗下點解啦？就因為近年咧非法入境移民係咁激進啊嘛，不斷咁上升啊嘛，啲坐小船嚟啊，我就話係嚟英國咧，其實根本冇需要做難民噶。點解？因為你去得英國，其實你已經去到法國噶啦，去到比利時至少。咁啊，比利時就係呢個歐盟嘅總部嚟噶嘛，布魯塞爾，你就可以攞難民嘅身份嘅。你就唔需要再喺比利時或者去法國咧再搭船嚟嘅，所以咧嚟英國嘅難民咧90%以上都係政治難民咩？唔係，肯定係經濟難民。而啲經濟難民嚟到英國咧，造成社會壓力負擔，造成呢個經濟嘅問題、治安嘅問題，所以出現暴動咯。所以暴動啲人咧係唔啱，但係你就要諗下個社會點解會出現咗暴動啊嘛。所以咧減非法移民係最有效嘅方法，減非法移民係政府應有之義。去解決市民關於治安嘅問題、經濟嘅問題、失業嘅問題、財政負擔問題，應有之義嚟喎。你就唔係純粹去怪責嗰啲極右法西斯去講假新聞呢個煽動咁當然佢哋要負責任，佢哋負責任咪佢哋犯法咯。但係政府唔負責任咩？而政府仲講自己有制度自信，仲講係人哋嘅錯。咁呢個大公文匯報話要拍黑社會杜琪峰，拍黑社會3，拍黑社會3支肥佬禮啦。即係講啲咁嘅說話咧，係完全冇意義嘅，講呢啲說話完全係冇意義嘅。咁所以咧，拍黑社會3支肥佬禮，肥佬禮係黑社會咩？唔係，聯合國唔係咁講。聯合國話呢個嘅肥佬禮，黎智英同埋鄒幸彤係任意拘捕嘅。咁呢個係人哋國際上已經有公論噶啦，唔係你自己講嘅。即係我靚唔靚仔，唔係我自己講噶嘛。呢個世界自有公論，後世自有公論。咁所以今天個公論就係聯合國嘅公論啦，唔係透過你塗脂抹粉放下煙花就可以解決到嘅。所以咧反駁隊，我反駁佢係工作啦，冇問題。咁我今日就教育下反駁隊點樣去反駁。而你嘅反駁係失敗嘅，因為你嘅反駁同你哋個政權所主張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呢一種真理咧，不能夠顛覆嘅真理咧，係違背嘅，咁令到自己矛盾咯。咁所以如果要反駁杜琪峰，咁如果俾我咧，我就即係建議啦，俾愛國者建議啦，即刻由呢個大公文匯報集資，俾3000萬杜琪峰拍到黑社會3，而黑社會3咧個內容咧係可以講到杜琪峰自己想講到嘅嘢，然後排滿晒呢個嘅香港嘅戲院甚至乎咧翻埋大陸度播，用事實去表明。咁呢個嘅胡耀邦當時都引用黑格爾所講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香港人係咪有冇自由呢？喂，其實藝發局可以支持嘅，特區政府可以支持杜琪峰拍到暢所欲言嘅黑社會3嘅。如果拍到，如果上到，大家都睇到參埋獎，哇，攞埋獎參埋選。咁呢個咪就係最有力嘅證明咯，呢個就係我俾香港特區政府作為一個愛國愛港人士嘅建議啦，甚至乎大公文匯以及香港嘅左派機構可以包場睇黑社會3呢個官黑勾結，咁哇真係冇得頂啦，咁咧就真係用事實去說服我啦。OK， 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獨家參考資料。上個星期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嘅獨家課堂啦，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上課。多謝大家支持，拜拜。